因为我其实是个很自卑的人，我就拼命希望能做些什么证明给家人看，因为他们的期望我会很长，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时间久了之后，我就是不断的在失眠，甚至到最后是因为身体也会一直出现很多问题。最大的烦恼就离家太远吧。其实还好，我家里住桃园而已，因为以前都是住家里，比较习惯家里的感觉。第一次跟别人一起群体生活，会认识。要跟不同的人相处，比较累一点。大一的时候会很担心自己交不到男朋友，就是在求学过程当中，父母就会一直去催说，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婚？因为可能他们也快要退休了，就会觉得这个时间应该要赶快生个小孩，给他们抱抱啊，给他们玩之类的。最大的烦恼就课业吧。然后跟可能同学吧，在刚进去要融入一个团体的时候，就很考验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会很 care 说我什么时候要毕业，然后也会担心我毕业之后究竟能不能就是真的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找到工作。比较偏课业上的问题，可能毕不了业，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好这样子。Sitting in classes, sometimes I get worried because I'm the youngest, and so there's some areas that I don't understand, and so I get worried about the professor when he sometimes asks us to answer questions in class that I may not know. 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所以我是台中人。可是我现在在上中文课，因为我字不太会看，所以讲话 OK， 只是字还在学，所以有时候只是有一点 nervous， 因为I feel like an outsider， 因为我是外国人。可是 OK 啊，只是有 I got friends now, so it's good. Yeah. 第一次要从家里搬出来，要赚房租、赚水电费，常常就是努力打工赚了一些钱，好不容易省下来一点钱，然后缴完房租就没了，然后那种感觉就很失落。我觉得我最大的烦恼是没有钱。常常有很多想要买的东西，自己想要的，然后也有就是想要买东西给朋友那些，但是因为课业太忙，所以也没有时间打工。像上个礼拜就是一整个礼拜都是期中周嘛，就是大家原本已经压力都不小了，像我自己也是压力蛮大，就是可能书会念不完，可能要一直熬夜啊，然后要赶进度、做练习等等的。然后这个时候学校又在5天之内发生了3起，就是自杀的案件嘛，这件事情对我而言的打击还蛮大的。晚上很焦虑、睡不着的时候，可能可以跟朋友们讲个电话啊，然后互相鼓励这样子，就是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孤单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面对期中考试，或者是面对这些学校的不幸的消息。我觉得大学就是比起高中，就是多了很多你不能控制的因素。以前高中可能就是你只要努力，你在那堂课可能就可以有好的表现，所有事情都几乎都可以在你的掌控之中。但是大学像是举例来讲，像是分组好了，那你们的作业又是一起打。如果你真的遇到不是很好的队友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你就一起下去。没有什么烦恼，基本上我的工作、课业、家庭啊、社团啊，我都排得蛮稳定的。就是我很享受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大学生涯里面。9月的时候，我爸爸突然间就是因为脑出血，然后中风，他人是在大陆，所以那时候一边又很担心爸爸，然后大3我们广播组的课业其实就压力很大。那段时间大概有4个多月，我情绪是极不稳定的，然后那时候就会一直觉得说自己很没有用啦，自己没有价值啊，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边？然后去年的时候，主要是有去看精神科，有去吃药。那时候睡眠稳定下来了，还有老师跟朋友的陪伴吧。因为我其实是个很自卑的人，我就拼命希望能做些什么证明给家人看。可是每次我越想证明，反而我就觉得我越做不好，因为他们的期望我会很长，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在学业的方面，我就觉得自己很多东西都不够好，永远比不上别人，特别是在班上，感觉很多人都很厉害，不管我怎么学都永远追不上他们。因为这样，我觉得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很有隔阂，总觉得自己在边缘的感觉，很孤单。时间久了之后，我就是不断的在失眠，
甚至到最后是因为身体也会一直出现很多问题。在经历身体的状况，其实我很痛苦，我怎么做我都没办法解决，会不会结束生命，我才可以解脱解放？在这个过程中，最大帮助我其实是身边朋友的陪伴。我不敢说我100%完全战胜了我自己的忧郁，所以偶尔有时候我还是会陷入那种不好的状态。可是我知道有人会陪在我身边，有人懂我，有人不嫌弃我。